们继续来谈四圣谛。然后我们之前谈过了苦谛、集谛、灭谛，然后现在呢，我们当然就是要谈这个道谛。那么其实呢，在佛法的这个四圣谛里面呢，它的核心的部分呢，是对治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苦集灭道呢，也叫苦谛，那么苦集谛、苦集灭谛跟苦集道谛，那么还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现实生活，然后我们所感受到的、感知到的种种的这种现况。因为这个现况呢，我们用苦这个字来形容，主要呢就是要让我们很正确的去感受到这个世间的这个实况。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如实的去观，那我们才会升起一种想要灭掉这个苦的一种信念。那么有了这样的信念呢，我们进一步的去找出这个苦的原因。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苦和苦的原因呢灭了，然后达到一种解脱寂灭的这个境界。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佛陀在教导我们的一种善巧。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去认知的话呢，没有看到这个世间的流转、世间的轮回，那我们就很难升起一种向往的心理，那么要还灭这个世间的这种轮回跟这种烦恼或者是这种苦。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们会直接进入到佛法的一种修行。尤其是呢，在我们所知道的一种这个理解里面呢，很多人他们修禅修禅定。那么他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因为禅呢，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见上面。可是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有一些是他撇开了这个理论，那么只是谈修行的这个部分。那么谈禅的修行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它是定学的一部分。虽然到了中国佛教、汉传佛教禅宗出现的时候呢，它对禅的解读会有比较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我们暂时呢就不完整的去提它。不过呢，很多人修学这样的一个禅宗的禅法的时候呢，他们忽略了在禅宗的建立，它是有佛法的基础，或者是大乘佛法的基础，那么也就是有佛法根本原理的这个基础上面来建设的。那么他们会重视的这个禅宗的这种禅法的修行呢，他们只注重到它的方法，或者是所谓开悟，或者是一种体验，或者是一种意境而已。那么忽略了说，你要达到这种境界，或者是比如说要开悟，要对禅有所体验的话呢，它是必须要建立在正确的知见上面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原理作为正确的知见的话呢，那么这个解脱或者是开悟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身心的这种苦，那么身心这种轮回的这个问题，那么知道这个世间流转、世间轮回的这个问题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升起了一种处理，或者是要远离的那种心态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依这个佛法的正见来修行。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到修道的时候呢，其实要修的是正道。那么正道呢，它最终完成的就是所谓的正定。那么正定呢，就是依正见建设了以后，然后我们修定学，那么用这个定学的方法，还有定学的体验，然后来印证到我们的正见，那么这种定呢，才叫做正定。那很多人在修这个定的时候呢，他们修的可能他们认为是所谓的禅定。那么禅定呢，虽然在佛法里面也把它列为我们修行，然后修往这个智慧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但是呢，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禅定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所谓供世间法，甚至我们说它供其他教派的这个方法，因为很多非佛法的这个团体或者非佛教的一些团体组织或者是灵修的这个团体，他们也会讲修这个禅定，但是他们的禅定跟佛法的禅定会有什么差别呢？差别的地方就佛法的是叫做正定，那么佛法叫正定呢，是因为佛法在修定的时候是依正念而修那么依正念而修，那么我们才能够印证到佛法的这个正见，也就是说这个正念呢，它是依正见而有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佛法的修道，那么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我们就讲到说是戒定慧三学，我们就讲到是八正道，所以我们是三学八正道。那八正道呢，在这个正道的修行的条目里面呢，其实是最完整的。那么这个很完整的这个修道呢，这个正道呢，它第一个就开始提出正见。那么这个观念呢，在我们整体的佛法里面呢，修行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大乘佛法六波罗蜜里面呢，我们把般若波罗蜜，其实般若波罗蜜就是正见的波罗蜜，我们把它列在第6个。那么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已经很明确的讲到说是波罗蜜，也就是要渡到彼岸，也就是要完成这个出世间修行的一种方法。所以在这个方法里面呢，在这样的一个修道里面呢，它其实就已经提出了，所以他把这个般若波罗蜜放在最后一个呢，是印证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修行的时候已经具足了这个正见，然后到最后呢，我们才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修学佛法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在八正道呢，它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正见。那么有正见的话呢，我们修定的时候才能够成为是正定。那么正见到什么呢？就我们之前稍微提到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正见到世间的因果，那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那么有过去有未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世间轮回，世间的因和果的一种流转的这个运作。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轮回其实就是所谓的苦，因为它有逼迫性的，那么它会导致我们内心的这种不安，所以呢，我们才会升起一种向往的心理。那么升起这种向往的心理呢，我们才会修出世间，所以才会正见到有凡有圣，有世间有出世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正见的建立呢，我们才可能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修行佛法正道的时候呢，最终完成我们修行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所以这个正见的建立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佛法的正见里面呢，它直接告诉我们，就是因缘果报的这个法，就是缘起法。那么这个缘起法呢，当然是佛法最核心的。那么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呢，我们在修学上呢，对它有不同程度的理解。那么佛陀在说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缘起法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教导。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建立了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观念，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有的成果，所有要完成的这个目标，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具备这个因缘，我们才能够完成。那么这些因缘条件是什么呢？在佛法的修道里面，它就会完整的告诉我们。所以回到这个核心的理很重要。那么在这个核心的理里面呢，就缘起的这个道理呢，它把世间通往出世间的整体的过程都告诉了我们。比如说它比较重视到世间的部分的，它就讲无常，所以是诸行无常。行就是所有显现出来的那种流转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种流动性。那么所以这个世间是流动的，因为是流动，所以时间上呢就过去未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它是无常的。那么从这个无常的道理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缘起法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无我。所谓无我呢，就是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种永恒性，也没有一种主宰性。那么也就是说，生命或者身心呢，在这个世间流转的过程里面呢，它一定是以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过程在运作。那么因为因缘生因缘灭，那我们在对因缘生因缘灭的过程呢，又没有真实的了解，不知道它的无常性，不知道它的无我性，那我们呢就会迷惑。因为我们的迷惑呢就是无明，因为我们这个理性上的迷惑呢，有了这个无明，我们就会产生感性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种迷惑，就是爱染。那么有无明跟爱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造作，不同各种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因为是依无明而造作的，说无明言行，所以所有后面的一切很多的行为造作呢显现出来，因为是依这个无明而行的，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通往这个解脱，反而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轮回。所以呢我们如果理解到了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真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解，然后依这样的正见来修行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所谓的涅槃极境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极灭乐的这个境界。那么这样子呢，就对佛法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了解，从世间的无常，然后呢我们切入到本性的这个无我，然后当我们印证了以后呢，就证到这个涅槃极境。所以这个三法印呢，就是印证所有一切法的本然性、必然性跟普遍性的这种印证的这个理。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理解，通过这样的一个正见呢，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修行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去向这个出世间，去向这个解脱。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当然我们就设立一个目标，所以呢有了正见，我们就会有正思或者正思维。那么正思和正思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跟正确的目标。那么有正确的方向跟正确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就是语言上的，还有呢我们行为上造作上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用以维持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正语、正业、正命，那么这个是日常生活中要修的。那我们讲六波罗蜜持戒还有这个布施，种种的这些行为，其实就归纳在这样的一个正道里面。那么下来呢，我们就要通往这个出世间。当我们要通往这个出世间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一定要有个正群来贯通。那么有了这个正群在贯通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们通往这个出世间修行的这个方向就越来越明确，那目标呢我们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依正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理，作为我们修行，作为我们观想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个所依据的。那么这个就是进入到这个正念，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只是行为上时时保持这个正见的一种指导，那么在意念上，因为我们知道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最后呢就要自净其意。所以我们的心意上、心念上呢，我们时时保持这个正念，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心理上呢很清楚的、很直接的、很亲切的知道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那么依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我们作为我们观想的依据，那我们就保持在这个正念。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正念呢，我们能够修这个正定。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正定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开悟，或者是我们印证到通过这个定的一种修行，我们印证到正见的内容，正见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真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依无常无我，然后到
涅槃寂灭的一种境界呢来用功来修行。所以呢，这个正道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四圣谛的时候呢，把这个正道排列在后面，其实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具足对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一种认知，那么也知道这个缘起法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道理。那么这样我们有了这个正见那我们才能够修道完成。那所以前面所讲的真谛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正见。那么当我们这个正见建立了以后呢，我们依这个正见而修，就能够完成这个正道。所以这个四圣谛是我们佛法的这个纲要。那八正道呢，也就是修行的纲要。所以这些呢，我们把它结合起来。那么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依四圣谛建立我们的正见，然后依八正道来完成我们的修行。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就能够在学习佛法上面呢得到最大的这个受用。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能够回到这个核心的这个观念来，核心的这个思想，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依据之下呢，然后建立我们修道的一个完整性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在修学佛法上能够得到最大的受用。好，谢谢。